大家好，我是哲嘉。经过前3集的内容，我相信大家已经可以很好的使用 Codex 了。那这集来讲比较进阶一点的用法，就是怎么使用 NCP。那在进入正式的内容之前，这2天有一个很大的新闻，就是 Google 出了它自己的 IDE。那我想就来简单介绍一下。那 Google 出的这个 IDE 叫做 Anti-Gravity， 那它跟 Cursor 一样，也是一个 VS Code 的 fork 这样，然后加了一些自己的东西。那看起来是要跟 Cursor 打对台这样。那一开始就先到它的官网 antigravity.google 去把它下载下来，然后费用的话，目前是免费。那装完的话，你可以打开你的终端，然后下 Anti-Gravity 这个指令，去把你想开启的路径或专案开起来这样。那打开之后，你就可以看到跟 VS Code 长得几乎是一模一样。那右边的话有它的 Chat， 然后这个加就是可以去加档案进这个对话或者图片这样。然后这里可以调 Planning Mode 或者 Fast Mode。那 Planning 的话，它就会想得深入一点，就蛮像 Cloud Code 的 Thinking Mode， 或者Codex 你的 Reasoning Level 调高这样。那 Fast Mode 就是比较一般的使用方式。然后右边的话，你可以去选模型。那右下方有个 Anti-Gravity Setting， 你可以做设定。然后它甚至可以去 Auto Fix 你的 Link。那在左边 Source Control 这边，它跟 Copilot 一样，有一个很方便的功能，就是 Auto Generate Commit Message。那 Tab Completion 的话，我是觉得还差Cursor一大截啦。像我这边随便打一个大刮胡，然后它是什么都没出现。那我们回来讲 NCP。那 NCP 是什么呢？就是比方说你请 ChatGPT 去帮你查看你的 Gmail 现在有没有新的邮件。那他其实不知道要怎么去找，因为他们是不同的服务，然后也是不同的公司。那他没有权限，那也不知道该透过什么方式去帮你查找 Gmail 这样，所以中间就会需要有一个界面进行沟通。那在 NCP 这边设定好你的 API key， 让你有权限去使用你想用的服务。那各家的产品就会做自己的 NCP 出来，像 Gmail 就会做自己的 NCP， 然后 Figma 也会做自己的 NCP， 让使用者可以使用。那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在 Codex 这里设定好 NCP server， 那之后的对话就会透过 NCP 去取用想要使用的服务这样。那这支影片我们就用 Context 7来示范。那 Context 7它是收录了包含 Next.js、MongoDB、React 还有 Vue 等等一些很常看到的套件或者 library。那好处就是你之后的提问，它就会去找他们的 document， 那就会更加的准确。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来升我们的 API key， 按下这边这个 dashboard， 然后第一次进来的话，下面就会出现 click here to generate your first API key， 然后你就先生成你的 API key。那这个 API key 生成之后，你只有一次机会把它复制下来，你之后按下确定或者离开这个页面就没办法再复制，所以要先记好在其他地方这样。
那接下来我们要在我们的 Codex 里面设定我们的 NCP server。那右上方这个 install 按下去，就会进入 Content7 的 GitHub。那下面就会是它的说明文件。那我们是要找就是 install in OpenAI Codex 这样。然后就是把这个展开，然后我们需要的是这个 local server connection， 把它复制下来。好，那回到我们的 VS Code， 打开 Codex， 然后点选这个设定，然后 NCP setting， 然后打开这个 OpenConfig 点 Toml。那这个 Toml 档一开始只有上面这2行，还有下面这2行。那我们就是把刚刚的设定贴到中间。那 NCP server 的话，它是 global level， 就是你不能摆 project 去设定，你一旦设定，它就是全域所有的专案都会使用这个 NCP server。那记得 your API key 这边要替换成你刚刚生成的 API key。那设定完之后，你记得 ID extension 这边要重启你的对话，或者开一个新的对话，它才会使用这个 NCP。那 CLI 的部分也是需要重新载入，它才会出现这个 NCP 可以使用这样。那要确定你的 NCP 有没有装好的话，像 CLI 这边，你就是打斜线 NCP 按下去，然后它就会列出你现在有哪些 NCP 可以使用，然后 status 是 enable 这样。那 ID 的部分，你可以直接问他说，现在可以使用 Content7 NCP 了吗？然后如果说可以，那就是可以使用。那 Codex 目前只能在 local 使用 NCP。如果你是执行云端任务的话，目前是还不支援使用 NCP 这样。那在这一集的尾声，我想讨论就是现阶段这个时机点会推荐使用什么工具这样。那如果考虑到表现还有价钱的话，我会说 Cloudcode 或者 Codex 都会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像我的使用量是很大，那 Cloudcode 和 Codex 目前是1个月$20都用不完。那 Copilot 虽然比较便宜，但是我是觉得表现就差很多。那如果说你的资金并没有上限的话，那我觉得就可以直接使用Cursor。目前我使用下来是觉得Cursor的表现最好，但缺点就是实在是太贵这样。那在最后，我想分享一下为什么我学了这么多的工具。其实工具如果好用的话，你只要会一套就好了。那我会学这么多的原因，是因为每一段时间都有不同的考量。那一开始出现的工具是 Copilot，那其他工具都还没有出现。那我想大家最早接触应该也可能就是 Copilot，然后后来Cursor出现了，然后表现好很多，那之后就转移到Cursor，然后有一段时间就是 Cloudcode 的势头最大，然后大家都评价好像 Cloudcode 表现又比Cursor再更好，那再来就也是因为价钱的关系，然后就转移到 Cloudcode。然后最近会使用 Codex 是因为它的云端任务是包含在1个月$20的费用里面。那我在学的时机点 Cloudcode 是还没有 Cloudcode Web，然后 Cursor 如果你要用云端任务的话是需要再额外花费。那我是觉得工具不需要学了一套又一套这样，
你会想用这个工具，应该是它有什么样的功能是你想使用的这样。毕竟学新东西也是需要时间，那我们选择去做什么事情，也相当于就是选择了不去做什么事情。毕竟软体开发还是有很多东西需要学，不是只有 Vibe coding 的工具这样。